根据世界泡面协会的统计，光是台湾这座只有2300万人的小岛，一年就要吃掉大约 9.3 亿份泡面。把这个数字摊开来看，等于平均每一个台湾人，从还在念书的小朋友到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阿公阿嬷，一年都要磕掉40份左右。差不多每9天就有一碗泡面在你家的锅子里翻滚，或者在你办公室的纸杯里冒着热气。而如果我们把镜头拉高，拉到整个地球，这个数字更是大到让人头皮发麻。近年来，全世界一年要吃掉超过1230亿份泡面。1230亿是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些方方正正的面饼一片一片叠起来，那高度足够让你从地面一路叠到外太空，再叠回来好几个来回。一个诞生到现在还不到70年的食物，是怎么做到让全人类如此死心塌地，如此上瘾的？更诡异的是他身上那股说不清楚的魔法。你有没有真正想过，一块干巴巴、硬邦邦，捏在手里轻飘飘，摔到地上会直接碎成一地科学面的面饼，为什么只要浇上一壶滚烫的热水，盖上盖子，安安静静的等个3分钟，掀开的那一瞬间，它就能原地复活，变回一碗热腾腾、Q 弹滑顺、汤头浓郁、香气直冲脑门的拉面？这短短3分钟里，在那块面饼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出这种违反常理的把戏？而最让台湾人又骄傲又有点搞不太清楚的一个传说是，这个横扫全世界餐桌，被无数人在深夜、在台风天、在没钱的月底拿来续命的伟大发明，它最源头的那个名字居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这碗在我们眼中最廉价、最不起眼，甚至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泡面，其实藏着一整套横跨70年的食品科学奇迹，藏着一个从谷底翻身的传奇人生，也藏着一段台湾与日本纠缠不清的身世故事。今天我们就要把这碗面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地拆给你看。我们会从一个嘉义简仔的童年讲起，一路讲到那场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发明权之谜，再讲到面条为什么天生是弯的，最后钻进那块面饼的淀粉分子里，看看那场肉眼永远看不见的复活魔法究竟是怎么上演的。准备好了吗？泡好你的茶，或者干脆也泡一碗面。我们开始。故事要从1910年的台湾嘉义说起。那一年，在当时还叫做嘉义厅朴仔角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嘉义朴子，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家里帮他取了一个很有福气的名字伍百福。这个名字对今天的你来说恐怕相当陌生，但他后来的另一个名字几乎刻在了全世界每一间超市、每一座便利商店的货架上，那就是安藤百福。是的，被全世界尊称为泡面之父的安藤百福，他真正的本名叫做伍百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嘉义朴子人。伍百福的童年过得并不平顺，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过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由经营布料批发生意的祖父一手带大。在那个年代的台南府城，这个瘦小的孩子每天在祖父的绸缎庄里跑进跑出，看着大人怎么进货，怎么盘点，怎么跟上门的客人来来回回的讨价还价，耳濡目染之间，做生意的精明与胆识早早就种进了他的骨子里。只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一匹匹布料堆里长大的台湾孤儿，有朝一日会用一碗小小的面彻底改写全人类的饮食习惯。长大以后的伍百福果然展现出过人的商业头脑。22岁那年，他用父亲留下的一点遗产当本钱，先是在台北的市场做起了针织品的买卖，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更把事业的版图一路扩张到了日本大阪。针织品、光学仪器、精密机械，他什么都做，什么都敢碰，年纪轻轻就闯出了一片天。然而命运给他的考验才正要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一把火烧掉了他的工厂和事务所，多年的心血化为灰烬。战争结束后，台湾人被迫要在中华民国与日本国籍之间做出选择，他的人生也跟着时代的洪流被推着往前走。但真正把他打到谷底的是他47岁那一年，那是1957年。当时他投入大量心血担任理事长的一家信用合作社，突然之间经营不善，
宣告倒闭。一夕之间，伍百福几乎赔光了所有的家当。为了偿还债务，他被迫变卖掉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一个已经快要50岁的中年男人，事业归零，财富散尽，几乎是一无所有。换作是你，是我，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事，恐怕早就一蹶不振，认命的过完下半辈子了。可是伍百福没有，人生最精彩的剧本，往往就是从最深的谷底开始翻页的。在大阪池田市，他自家的后院里搭起了一间简陋到不行的小木屋。就在这间连像样的设备都没有的破屋子里，这个快50岁、刚刚破产的男人开始没日没夜地钻研一个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的疯狂点子。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得先回到那个年代的日本。二战刚刚结束，整个社会百废待举，粮食严重短缺，无数人三餐不继。有一个画面，据说深深刺进了伍百福的心里。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看见一间卖拉面的小摊前排起了长长的人龙。那些又冷又饿的人们，只为了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愿意在寒风中等上大半天。那一刻，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芽了。他想，如果能做出一种面，不需要排队，不需要厨艺，任何人在自己家里只要倒进热水，就能在几分钟之内吃到一碗热腾腾的拉面，那该有多好。这不只是一门生意，这简直是能喂饱全世界的善举。于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变成了他往后将近1年几乎不眠不休的执念。要把这个点子变成现实，难度高得超乎想象。最大的难关有2个：第一，怎么让面条吸饱汤汁的味道，又能长期保存不会坏掉；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怎么让一块干掉的面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热水重新泡开，恢复到刚煮好的口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伍百福把自己彻底逼到了极限。据说那段时间，他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都泡在那间小木屋里，反复的揉面、调味、加热，失败，再揉面，再调味，再失败，一次又一次，不知道倒掉了多少失败的面团。而真正让他突破瓶颈的那道灵光，竟然来自厨房里一个再家常不过的画面——天妇罗。有一天，他看着太太在厨房里炸天妇罗，当沾满面衣的食材被丢进滚烫的热油里，他注意到一件事：面衣里的水分会在高温中剧烈的翻滚、冒泡，然后迅速的蒸发、逃逸出去，留下一层酥酥脆脆、布满孔洞的外壳。就是这个瞬间，伍百福脑中的那块拼图咔一声拼上了。他意识到，油炸不只是把东西弄熟，更是一种极为高效的脱水手段。高温的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面条里的水分狠狠地逼出来，而水分逃走以后留下的是无数个微小的孔洞。这些孔洞不就正好可以让热水再钻回去吗？这个方法后来被称为瞬间热油干燥法，它就是泡面能够诞生的最核心秘密。靠着这个从天妇罗偷来的灵感，1958年8月25日，全世界第一包泡面正式上市了。它的名字叫做鸡汤拉面。面条早已吸饱了用鸡骨和香料慢慢熬煮出来的浓缩汤汁，消费者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倒进热水就能吃到一碗香喷喷的拉面。这种前所未见的便利，在当时简直像变魔术一样，所以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外号——魔法拉面。一上市，立刻被抢购一空，红遍了整个日本。同一年，伍百福把公司正式更名，这个名字你一定不陌生——日清食品。短短5年之内，这间从后院小木屋起家的公司就成长为年营业额高达43亿日元的大企业。从破产的中年人到泡面帝国的创办人，伍百福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而那一年8月25日，后来也顺理成章地被定为泡面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全世界的泡面迷都在默默纪念着这位嘉义简仔。你可能会觉得，不过就是一碗泡面，有必要讲得这么伟大吗？但如果你仔细想想，泡面的出现其实默默地改写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在它之前，要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你得会生火，会煮水，会调味，得花上不少时间与功夫。但泡面把这一切浓缩成了一个动作：冲热水，等3分钟。
他让一个完全不会下厨的人，一个只有几分钟空档的人，一个身处没有厨房的环境里的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一份温热的饱足。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赶报告的学生、值夜班的工人、独居的老人来说，这碗面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食物本身。也难怪，在许多人的票选里，泡面总是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没有什么高深的科技外表，却实实在在地喂饱了这个忙碌星球上几十亿张嘴。但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那也不过是一个热血又励志的创业传奇罢了。真正让这碗面变得耐人寻味，甚至有点争议的，是接下来这个一直被讨论到今天的尖锐问题：泡面到底是不是台湾人发明的？这个问题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要回答它，我们得再把时间倒带，回到20世纪初的台湾南部。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早在伍百福发明鸡汤拉面的几十年前，台湾南部就已经出现了用油炸的方式来制作、保存面条的传统。你一定听过，甚至吃过的鸡丝面，还有意面，这些台湾在地的庶民美食，当年就是靠着把面条下锅油炸，让它脱水变得耐放。也就是说，把面条油炸保存这件事，这个泡面最关键的技术灵魂，它的根很可能本来就深深地长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而把这个台湾传统带到日本去发扬光大的，还不止伍百福一个人。当时在日本，至少还有2位台湾乡亲，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端出了非常类似的东西。一位是来自屏东的台湾人张国文，他以台湾鸡丝面为灵感，改良出一种叫做长寿面的速食面，并且申请了专利。值得一提的是，张国文的长寿面当时其实已经上市贩售了一段时间，甚至还被日本的南极观测队选用，跟着探险队员们一起吃进了那片冰天雪地。另一位则是经营大和通商的陈荣泰，他做出的大和鸡丝面几乎就是台湾鸡丝面原汁原味的翻版。于是一个有趣的局面出现了。1958年前后，这几位台湾人几乎是前后脚地，都在为这种油炸速食面申请专利。一场关于发明权的无声角力就此展开。而伍百福在这场角力里展现了他从绸缎庄里学来的过人的商业手腕。他很清楚，与其在发明的源头上争得头破血流，不如直接掌握最关键的专利。于是在1961年8月16日，就在张国文的泡面制法专利即将正式登记成功的前一天，伍百福出手了。他用2300万日元的高价买下了张国文那份泡面制法的专利申请权。2300万日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相当于大约3亿日元。为了一份专利申请，砸下这么一笔巨款，足见伍百福对这碗面的野心有多么庞大。所以，泡面到底是谁发明的？这个问题，到今天恐怕都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标准答案。是台湾早年的鸡丝面？是张国文？是陈荣泰？还是伍百福？平心而论，如果单纯从发明的源头来看，台湾传统的油炸面技术确实扮演了奠基的角色，而张国文等台湾人的贡献也绝不该被遗忘。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是谁把这碗面真正工业化、品牌化，然后推向全世界这个层面来看，那么伍百福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是他把源自台湾的那一缕油炸鸡丝面的灵魂装进了日本精密工业的躯壳里，再透过一整套商业运作，把它变成了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更值得玩味的是，伍百福在1964年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主动终止了紧抱专利、独家垄断的做法，反而出面成立了日本拉面工业协会，把专利技术转让公开出来，让整个产业一起发展。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执着于当那个唯一的发明者，而是专心去经营自己的品牌。1966年，他正式规划日本籍，从台湾的伍百福彻底变成了日本企业家安藤百福，一个嘉义朴子的孤儿，最后成了改变世界的面条先生。这碗面里流着台湾的血，也披着日本的衣，这份纠缠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缩影。讲完了泡面在日本的诞生，你可能会好奇，那这碗源头带着台湾血统的面又是什么时候
绕了一大圈，重新回到台湾人自己的餐桌上的呢？说来其实有点讽刺，明明油炸面的根本来就深埋在台湾，但等到工业化生产的泡面正式进到台湾市场，已经是日本第一包鸡汤拉面上市的整整10年之后了。1968年，一家叫做国际食品公司的台湾企业与日本的日清携手合作，引进了日本的泡面技术，在台北北投的关渡盖起了工厂，生产出了属于台湾人的第一包泡面，它的名字叫做生力面。对许多上了年纪的台湾人来说，生力面这3个字承载的是满满的回忆。那是一种干吃泡吃两相宜的鸡汁面，用面粉、鸡肉汁、鸡蛋、猪油浓缩精制而成，当年一包只要新台币3元。生力面一上市，凭着冲泡之后那股浓郁的香气，立刻在台湾掀起了一阵旋风。它红到什么程度呢？红到生力面这3个字几乎变成了泡面的代名词。在那个年代，台湾人不管手里拿的是哪个牌子的泡面，嘴上都习惯说：“走，来吃碗生力面吧。”眼看着泡面市场这块大饼越做越大，以面粉与饲料起家的统一企业当然不会错过。1969年，统一派人远赴日本取经，学习生产技术，隔年推出了第一包统一面。不过，初出茅庐的统一面当时只附了一包单薄的调味粉，味道实在比不上生力面。跨境市场的第1年打得相当辛苦，真正的转机来自台南的一碗担仔面。故事是这样的，当时统一企业的总经理高清苑有一回招待日本客人到台南知名的杜小月去品尝担仔面，那满屋子扑鼻而来的肉燥香让日本客人赞不绝口，连声说怎么这么香。高清苑一回到公司，立刻指示研发人员想尽办法把这股担仔面的肉燥香变成可以量产的商品。研发团队埋头苦干了4个多月，动员员工亲手切葱、炒肉燥。老员工回忆起那段日子都印象深刻，说当年切葱切到泪流不止，从有目屎切到无目屎，辛苦总算有了代价。1971年8月3日，台湾第一包附有肉燥油包的统一肉燥面正式问世了。他还首开先例，拍摄了电视广告，强力放送。凭着那股道地又熟悉的台味肉燥香，统一肉燥面一炮而红，迅速取代了生力面，登上了台湾泡面的霸主宝座。直到今天，统一肉燥面依然是许多台湾人心中那个最熟悉的味道。统一的成功也点燃了台湾泡面市场的战火。1973年，维力食品开发出了至今仍历久不衰的维力炸酱面，味王公司推出了原汁牛肉面，味丹公司则生产了排骨鸡面。这几款加上统一肉燥面，就是台湾泡面史上鼎鼎大名的4大天王。他们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度过无数个饥肠辘辘的夜晚。台湾人在泡面上的创意可不只是口味而已。1983年，统一推出了满汉大餐，第一次在泡面里附上了一整包像料理包一样的调理包，里面有实实在在的肉块，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创举，被称为第2代泡面。据说还是全世界第一款附上调理包的泡面。台湾人硬是把一碗应急的泡面吃出了一桌大餐的气势。还有一个更天马行空的吃法，你一定吃过王子面。王子面最厉害的地方是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吃法，干脆把泡面当成零食，捏碎了直接干吃，撒上调味粉，咔滋咔滋当点心。一碗泡面在台湾人的手里可以是正餐，可以是宵夜，可以是大餐，也可以是零食，它的可塑性简直超乎想象。而泡面也早就深深地嵌进了台湾人的生活肌理里。每当台风来袭，气象单位一发布警报，超市货架上最先被扫空的永远少不了泡面的一席之地。每到中元普渡，一箱一箱的泡面更是家家户户最热门的贡品，既能拿来拜拜，又能久放不坏，拜完还能慢慢吃上好一阵子。对在外租屋的学生与上班族来说，橱柜里那几包囤着的泡面更是月底口袋空空时最温暖也最可靠的后盾。可以说，一碗小小的泡面里泡着的是整个台湾的人情味与最真实的生活感。好，讲完了人的故事，那些恩怨情仇，那些谷底翻身，我们现在把目光拉回到面条本身，先从一个你天天看到
却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为什么的小细节开始。泡面的面条为什么永远是弯的？你仔细想想，这真的很奇怪。不管是方的面饼还是圆的面饼，不管是哪个牌子哪种口味，你打开来看到的面条永远都是一圈一圈波浪状地卷在一起的，从来没有一包泡面里面装的是一根一根笔直的面条。明明做成直的，看起来省事多了，为什么所有的泡面厂商都要在生产过程中特地多加一道把面条压弯做成波浪状的工序？这背后难道只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这弯弯曲曲的造型其实藏着好几个非常聪明的科学道理。第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面条粘在一起。你想想看，刚蒸熟还充满水分和粘性的面条，如果是一根根笔直的排在一起，它们会紧紧的贴合，粘成硬邦邦的一大块，根本分不开。但如果先把面条卷成蓬松的波浪状，面条与面条之间就会留下许多空隙，彼此不容易粘死。这样一来，等到你冲泡的时候，热水才能顺着这些缝隙钻进去，把每一根面条都均匀的泡开。第二个原因是为了防止面饼碎掉。前面我们说过，绝大多数的泡面都经过了油炸这道工序，而油炸过后的面条虽然变得又香又脆，但也变得非常脆弱，一摔就碎。你想想，科学面那种一捏就碎的口感就懂了。如果面条是直的，在工厂包装、长途运输、上架贩售的过程中，一路颠来拨去，恐怕还没送到你手上，就已经断成一堆碎渣了。而波浪状的结构就像弹簧一样，能够分散外来的冲击力，让面饼变得更加坚固耐摔，大大降低了在运送途中碎裂的几率。第三个原因跟制造过程中的干燥有关。波浪状的面条因为彼此之间有空隙，空气可以更顺畅地在面条之间流通，这让面饼在油炸或热风干燥的时候能够受热更均匀，干燥得更彻底，定型得更漂亮。一根根纠结在一起的直面可就没这个好处了。第四个原因是为了让你吃起来更方便、更过瘾。弯曲的面条，不管你是用筷子夹还是用叉子卷，都更容易固定住，不会像滑溜溜的直面那样一夹就从筷子缝里滑掉，搞得汤汁喷得你满脸都是。而且波浪的造型还能挂住更多的汤汁，让每一口面都裹满了浓郁的味道。第五个原因则很实际，是为了节省空间。同样长度的面条卷成波浪状以后，占用的体积就变小了。这意味着在一个固定大小的包装袋或杯子里，可以塞进更多的面，包装也能做得更精巧，更省成本。你看，光是一个面条为什么是弯的，背后就藏着防粘、防碎、好干燥、好入口，又省空间，这么多层的巧思。而这个波浪状的设计，从1958年那第一包鸡汤拉面开始，就一路沿用到了今天。可以说，每一碗泡面弯弯的面条里，都封存着伍百福当年那份对细节的执着。现在，我们要进入这碗面最核心、最神奇，也最烧脑的部分了。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撕开调味包，把粉末倒进碗里，然后拿起水壶，把滚烫的热水哗啦一声浇在那块干硬的面饼上，盖上盖子。在那之后的3分钟里，在你看不见的盖子底下，在那块面饼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块干到可以直接捏碎的面，能在短短180秒之内奇迹般的复活，变回一碗弹牙滑顺的拉面？这场复活魔法的秘密藏在一个你可能在学校听过但早就忘光的化学反应里，它叫做淀粉糊化。要搞懂它，我们得先认识一下淀粉这个家伙的2种状态。面条的主要成分就是来自面粉的淀粉，在还没有经过烹煮的生面里，这些淀粉分子是一种非常紧密、非常规矩的结晶状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手牵着手排列的整整齐齐、密不透风的小冰，彼此之间靠着一种叫做氢键的力量紧紧地扣在一起。这种状态的生淀粉结构太紧实了，连水分子都很难挤进去。这也是为什么生的面粉、没煮熟的面吃起来又硬又难消化，还带着一股生粉味。这种紧密结晶的生淀粉状态，在食品科学上我们称它为贝塔淀粉。那么煮熟
到底是在煮什么？当你把面条丢进水里加热，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在高温和水分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原本手牵手排列紧密的淀粉分子开始松动瓦解，水分子趁机大量的钻了进去，跑到淀粉分子的内部，跟它们结合在一起。于是淀粉颗粒开始疯狂的吸水膨胀，体积甚至可以胀大到原本的数十倍。原本那个密不透风的结晶结构彻底崩解了，变成了一种松软、有粘性、有弹性，而且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状态。这个从紧密结晶变成松软糊状的过程就叫做糊化，也叫做阿尔法化。而完成了这场蜕变，变得 Q 软好吃的淀粉，我们就称它为阿尔法淀粉。简单来说，所谓的把面煮熟，本质上就是把又硬又难吃的贝塔淀粉透过加热加水变成又软又好吃的阿尔法淀粉。听起来问题好像解决了，把面煮熟变成阿尔法淀粉不就好了吗？没这么简单，因为这里藏着一个天大的麻烦。阿尔法淀粉虽然好吃，却非常不稳定。当煮熟的阿尔法淀粉慢慢的放凉，静置一段时间以后，那些被撑开的淀粉分子会不甘寂寞地重新靠拢，再次手牵起手来，把当初吸进去的水分又一点一点地排挤出去，结构慢慢地恢复到紧密的状态，口感也跟着变硬、变干、变得难吃。这个煮熟的淀粉变回硬邦邦的逆向过程叫做老化，也叫做回凝或者贝塔化。这个现象其实你天天都在经历。为什么隔夜的白饭从冰箱拿出来会变得又硬又干，一粒一粒散掉？为什么放久的面包会变得干硬走味？为什么煮好的面放着放着就坨成一团，咬起来像橡皮筋？这些全都是淀粉老化在搞鬼，煮熟的口感就这样硬生生的又流失掉了。好，现在泡面真正的天才之处登场了。伍百福当年面对的就是这个进退两难的终极难题。他要做的面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听起来互相矛盾的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已经煮熟的阿尔法化的状态，这样你冲水才能很快吃到熟面的口感。第二，它又必须是彻底干燥的，可以在常温下放好几个月不会坏的状态，方便保存和运送。问题是，煮熟的面充满水分，放着就会老化变硬，又怎么可能长期保存呢？答案就是那道从天妇罗偷来的绝招——瞬间热油干燥法。让我们把泡面的制作过程慢动作播放一遍。首先，把面粉、水、盐揉成面团，静置压盐，切成细细的面条，再把面条卷成我们刚刚讲过的波浪状。接着是第一个关键步骤，蒸熟。蒸汽让面条彻底的阿尔法化，变成了又软又熟、充满水分的状态。然后紧接着是整个过程中最神来一笔的步骤，趁着面条还是热腾腾的刚熟状态，立刻把它丢进温度高达摄氏160度左右的热油里进行油炸。注意，重点来了，这道油炸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把面弄熟，因为面刚刚已经蒸熟了。它真正的目的是要用极快的速度把面条里的水分狠狠的、瞬间的逼出来。因为脱水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所以那些刚刚还是阿尔法化状态的淀粉分子根本来不及老化，来不及变回硬邦邦的贝塔淀粉，就被高温硬生生的给定型，给锁死在了阿尔法化的状态里。换句话说，这块面饼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干巴巴的，但它内部的淀粉其实偷偷的保留着煮熟时那个 Q 软的状态，只是被脱水给暂停、给冻结了。而与此同时，当面条里的水分剧烈的蒸发、逃逸出去时，它们在面体里留下了一条又一条的通道，一个又一个的微小孔洞。整块面饼就这样变成了一块布满无数细小孔隙的海绵一般的多孔结构。经过这道工序，面饼里的水分会被降到很低的程度，通常低于1%，甚至更干。到这里，泡面的魔法就全部准备就绪了。你手里的那块面饼是一块内部偷偷保留着煮熟状态，同时又布满了无数微小孔洞的干燥海绵。所以，当你把热水浇下去的那一瞬间，奇迹就发生了。那无数个微小的孔洞瞬间变成了成千上万根迷你的吸管，热水沿着这些通道
飞快地灌进面体的每一个角落。那些被冻结在阿尔法化状态的淀粉分子，一碰到水，立刻就苏醒过来，重新吸饱水分，恢复到当初刚蒸熟时那个又软又弹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泡面只要3分钟就能复活的真正原因，因为你根本不是在从头把它煮熟，面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帮你煮好了，你做的只不过是把当初被抽走的水分重新加回去而已。你不是在烹饪，你是在唤醒一块沉睡的熟面，是不是很神奇？换个方式想，这块面饼其实就像一个被精心封存起来的时间胶囊，它把面条最美味的那一刻，也就是刚刚蒸熟 Q 弹饱满的那个瞬间，用瞬间脱水的方式给定格了下来，然后锁进一个干燥的布满孔洞的躯壳里，让它能在货架上安安静静地沉睡好几个月。而你手里那一壶热水就是唤醒它的咒语，当热水渗入的刹那，时间仿佛倒流，那块面饼便穿越了数个月的时光，瞬间回到了它最鲜活的模样。我们每天随手丢进碗里的，原来是这么一个藏着精密时间魔法的小东西。当你下次看着热水里的面条一根根重新舒展开来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是一场食品科学的微型奇迹正在你眼前上演。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泡面的包装上写的都是等3分钟，不是2分钟，也不是5分钟，偏偏是3分钟？这个数字其实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时间太短，热水还来不及完全渗透进面体的每一个孔洞，面心会是硬的，吃起来夹生；时间太长，面条又会吸水过头，变得软烂糊化，失去了那股迷人的弹牙口感。3分钟差不多就是让那块锁在阿尔法化状态的面饼刚好吸饱水分，恢复到最 Q 弹、最理想口感的黄金时间。当然，每款面的粗细、孔隙不同，建议的时间也会略有差异，但3分钟已经成了泡面世界里一个近乎神圣的默契。那么，泡面到底是用滚水煮比较好吃，还是用热水冲泡比较好吃？这也是无数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两种方式都是在替面条补水复原，但水温与加热方式的不同会带来微妙的口感差异。用锅子煮，水温更高更稳定，面条糊化的更彻底，吃起来更软，汤也更容易融进味道。而用热水冲泡，温度会随着时间慢慢下降，面条相对保留了更多嚼劲，口感更有弹性。没有绝对的对错，纯粹看你喜欢哪一种。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背后那套淀粉复水的原理都是同一个。而这套机制还顺便解决了另一个大家最常担心的问题——防腐。很多人以为泡面能放这么久不会坏，一定是加了大量的防腐剂。但事实恰恰相反，让泡面能够长期保存的真正功臣，不是防腐剂，而是脱水。当面饼里的水分被降到 5% 以下这么低的程度时，环境里几乎没有任何水可以利用，微生物根本没办法生长繁殖，没有微生物作怪，面自然就不会腐坏。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添加防腐剂，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白白浪费。所以，下次再有人说泡面都是防腐剂，你可以告诉他，真正的秘密是水分被抽干了。那么，泡面里到底有没有添加物呢？有的，但通常不是防腐剂，而是抗氧化剂。因为面饼是用油炸的，含有油脂，而油脂放久了容易氧化，产生油耗味。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厂商会添加抗氧化剂来保持面体的新鲜。而现在很多大厂采用的抗氧化剂，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维他命 E， 对人体并没有什么坏处。当然，随着时代演进，现在市面上也出现了所谓的非油炸泡面。既然油炸的重点是脱水，那不用油炸，当然也有别的办法把水抽干。一种常见的做法是热风干燥，顾名思义，就是用高温的干燥热风把面条里的水分慢慢吹干。另一种更有趣的方法叫做膨化，原理有点像在做洋芋片或爆米花，把面放进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加热加压，然后突然把压力释放掉，面里的水分就会在瞬间气化，喷发出去。非油炸的面因为脱水的方式比较温和，产生的孔洞没有油炸那么多那么大，所以面体通常更紧实，更有嚼劲，
含油量也低很多，热量更低，吃起来相对清爽健康。不过凡事有一好没两好，正因为孔洞比较少，非油炸的面泡开的速度会比较慢，往往需要用滚水多煮一下，或者泡得更久才能完全软化。而且因为孔隙少，它吸附汤汁的能力也比较弱，味道会清淡一些。至于油炸的面，虽然热量比较高，但它孔洞多，泡得快，香气足，又特别会吸汤汁，那种浓郁饱满的口感，确实是非油炸面很难取代的。你喜欢哪一种，就看你那一刻想要的是健康，还是那一口痛快了。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只顾着讲面，却冷落了让泡面真正勾人的灵魂，那就是调味包。一碗泡面好不好吃，面体固然重要，但决定成败的关键往往是那几包不起眼的小袋子。你有没有注意过，很多泡面里不只有一包粉末调味包，还有一包油亮亮的调味油包。有些高级一点的甚至附上一包货真价实的蔬菜包或肉块调理包，这里面可大有学问。粉包负责提供咸味与鲜味的基底，油包则是香气的来源，那股一打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浓郁面香，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包油撑起来的。而蔬菜包里那些干瘪的葱花、玉米、红萝卜，靠的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干燥技术，一碰到热水就重新舒展开来。不过这股勾人的美味背后也藏着一个你必须知道的代价，那就是钠含量。为了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让你尝到浓郁够味的汤头，调味包里通常含有相当高的钠，也就是盐分。一碗泡面的钠含量往往就逼近，甚至超过了一个成年人一整天建议摄取量的一半。这也是为什么营养师总是提醒大家，泡面虽然方便又疗愈，但偶尔解馋可以，真的不适合天天当正餐吃。如果你想吃的稍微健康一点，有个小撇步，就是调味包不要全部加完，留一点，或者多加一些热水把汤稀释掉，再搭配一颗蛋、一把青菜，这样一碗泡面就能吃得更安心，也更均衡了。如果说袋装的泡面是500伏改变世界的第一个奇迹，那么接下来这个发明才真正让泡面插上了翅膀，飞出日本，征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就是杯面。这个灵感的起点是1966年，当时500伏已经把袋装泡面在日本做得有声有色，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广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然而当他亲自跑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差异。在日本，大家吃面习惯用碗来盛，用筷子来吃，但在美国根本没有这套习惯。他看到美国人是直接把袋装的面饼捏碎，倒进纸杯里，冲入热水，然后拿起一只叉子，就这么吃了起来。这一幕给了500伏巨大的启发。他心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干脆把杯子本身变成泡面的一部分呢？一个杯子可以同时是包装的容器，是冲泡的锅子，也是你吃面的碗。这样一来，连碗都不用准备了，更加方便。点子有了，但要把它变成可以大量生产的商品，又是另一场硬仗。500伏很快就遇到了好几个棘手的工程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怎么把脆弱的面饼稳稳地固定在杯子里，让它在运送的过程中不会晃来晃去，撞得粉碎。500伏想出了一个极为巧妙的办法，他把面饼的直径做得比杯子底部稍微大一点点，这样一来，面饼放进杯子里的时候就不会掉到杯底，而是会被卡住，悬挂在杯子的正中间。这个设计后来被称为中间保持法，它的好处可不只是防止碎裂而已。因为面饼悬在中间，上下都留有空间，当你冲入热水的时候，热水可以同时从面饼的上方和下方均匀的包围渗透进去，让整块面泡得更透彻，口感更一致。一个小小的悬空设计背后是满满的讲究。不过要实现这个悬空，在生产线上又卡关了。500伏发现，当他试着把面饼放进杯子里的时候，面饼老是东倒西歪，站不稳，根本没办法在工厂里快速的大量生产。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直到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望着天花板，恍惚间竟觉得天花板好像在旋转。就在那一刻，他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违背常理
却无比天才的解法。既然把面饼放进杯子里这么难，那我为什么不反过来把杯子倒扣在面饼的上面呢？先把杯子口朝下盖住面饼，然后再把杯子连同面饼一起翻转180度，回到正常的方向。这么一来，面饼就能完美的、稳稳地待在杯子的中间了。就是这个把整个世界颠倒过来的逆向思考，最终解决了杯面量产的最后一道关卡。解决了面的问题，还有配料。一杯好的杯面怎么能少了那些诱人的虾仁、青葱、红萝卜、蛋花呢？可是这些新鲜的食材怎么可能跟着面饼一起在常温下放上好几个月呢？这就要靠另一项厉害的技术——真空冻结干燥法。它的做法是先把这些配料急速冷冻到摄氏零下10度到20度，让里面的水分结成冰，然后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干燥。在真空中，冰不会融化成水，而是会直接升华，变成水蒸气跑掉。透过这种方式，配料里的水分被彻底移除，所以它们可以在常温下长期保存而不腐坏。更棒的是，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住食材的营养和原本的风味，而且一碰到热水就能迅速的复原。这也是为什么当你掀开杯面的盖子，那些干瘪的小料竟然能在热水里重新变得饱满水润。最后，连那个杯子本身也充满了巧思。最早的杯面采用的是发泡的材质，这种材质很轻，隔热效果又好，就算装着滚烫的热水，你拿在手里也不会烫手。后来为了环保，到了2008年，日本国内更进一步，把发泡杯改成了经过特殊涂层加工的环保纸杯。就这样，集合了中间保持法、冻结干燥配料、隔热杯身这么多项创新。1971年9月18日，全世界第一款杯面正式问世了，它的名字叫做和味道。事实证明，伍百福的眼光精准无比。杯面这种随身便利，连碗都不用，撕开冲水3分钟就能吃的形态，彻底打开了日本以外的全球市场。它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文化，成为无数人深夜的慰藉，旅途的干粮，忙碌生活里的一口暖意。到了2011年，光是和味道这一款杯面，就在全世界80个国家累计卖出了超过310亿杯。而这碗从台湾出发，在日本壮大的面，最后真的吃遍了全世界。而且它聪明地融入了每一个国家的口味。在韩国，它变得又红又辣，配上泡菜与起司，成了无数人深夜的罪恶享受。在泰国，它化身酸辣开胃的冬阴风味；在台湾，它是浓郁的肉燥与牛肉汤头；甚至在墨西哥，人们还会往杯面里挤进柠檬，加上辣椒酱。一碗面走到哪里，就入境随俗到哪里。台湾的品牌也没有缺席这场全球盛宴。1992年，台湾资本的康师傅泡面进军中国大陆，一炮而红，市占率一度高居第一，红遍了大江南北。泡面的厉害不只在于它的普及，更在于它出现的那些时刻。它不挑场合，不分贵贱，它是太空人在无重力的太空舱里思念地球家乡的味道。它是大地震、大水灾过后，在断垣残壁之间，一碗能让人重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的热汤。它是无数远在异乡的游子，在某个孤单的深夜里，撕开包装，闻到那股熟悉香气时，眼眶突然就湿了的乡愁。一碗泡面，廉价到几乎人人吃得起，却又在某些时刻珍贵到无可取代。这或许才是伍百福当年在那间后院小木屋里真正想要做出来的东西，不只是一碗能填饱肚子的面，而是一份随时随地都能温暖人心的安慰。而那位嘉义来的面条先生，他的脚步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停下。2001年，已经91岁高龄的伍百福宣布要亲自上阵，指挥开发一款新产品——太空拉面。他要让泡面吃到外太空去。4年后，2005年，日本太空人野口聪一搭乘的太空梭上，真的搭载了日清食品所开发的太空拉面。那一年，伍百福已经95岁了，一个快要100岁的老人，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对发明、对未知充满了热情。2007年，伍百福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他用一碗面喂饱了全世界，也活成了一则传奇。
后来在大阪和横滨先后设立了纪念他的发明纪念馆，记录着他和泡面的故事。横滨的纪念馆就在他过世后的2011年开馆，在那里，无数的孩子可以亲手体验制作属于自己的拉面，设计自己的杯面。关于他的一生，或许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是最好的注脚。他说，人生永远不会太晚。他说，他走到发明成功的那一天，花费了48年的岁月，而这48年是十分必要的。48岁才从谷底爬起，48岁才做出第一包泡面。对伍百福来说，前面那看似一事无成的48年，从来都不是浪费，而是一场漫长的、必要的准备。讲到这里，这碗面的故事差不多要说完了。下一次，当你在某个加班到深夜的晚上，或者某个哪里都去不了的台风天，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伸手撕开一包泡面，倒进热水，盖上盖子，看着那缕白色的蒸汽从盖子的缝隙里缓缓升起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多停留1秒，多想一点点。你手里这碗看起来最廉价、最不起眼，甚至常常被嫌弃不够营养、上不了台面的泡面，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它是一整套横跨了70年的食品科学，从一块看不见的淀粉分子，怎么从紧密的贝塔状态被加热加水变成 Q 软的阿尔法状态，再被瞬间的高温油炸，冻结在熟面的口感里，等待着被热水唤醒。每一根弯弯的面条都藏着防粘、防碎、好干燥、好入口的巧思。它也是一个从谷底翻身的男人用了大半辈子写成的故事。一个家义朴子的孤儿，在快要50岁赔光一切以后，躲在后院的小木屋里，每天只睡4个小时，从太太炸天妇罗的油锅里捞出了一个能喂饱全世界的点子。他更是一段台湾与日本剪不断理还乱的身世，是台湾南部那一锅锅油炸的鸡丝面与意面漂洋过海，在异乡的土地上长成了一个全球帝国。那碗面里始终流着一缕台湾的血，而它也是一个关于不放弃的故事。你想想，伍百福做出第一包泡面的时候已经是48岁了。在那个年代，48岁几乎可以说是半只脚踏进人生下半场的年纪，更何况他当时还刚刚经历了破产，几乎一无所有。换作是大多数人，恐怕早就认了，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他没有，他在最该认输的年纪，在最该绝望的处境里，选择钻进一间后院的小木屋，从头开始。他用了48年的人生历练，加上将近1年不眠不休的钻研，才换来那灵光一闪的一刻。而他的故事还没完，61岁，他发明了杯面；95岁，他还在开发太空拉面。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那句话：人生永远不会太晚。一碗泡面的背后藏着的不只是科学，更是一种无论到了几岁都还愿意相信明天的傻劲与勇气。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廉价的东西。一碗30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泡面背后，是无数人的智慧、执着、失败与不肯放弃。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唾手可得的方便，其实全都是别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替我们铺好的路。一碗面，3分钟，原地复活，简单吗？简单，但它一点都不简单。